今天是2025年4月24号啊，下午的5点07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我们全家移民加拿大的正好2年的时间。其实我上午已经录了一个关于2年总结的视频了，我还跑了2个地方，先去了一个和学校附近那个 Gary Point 那个公园，然后结果太晒了，然后没找着合适的这个光线的位置，又换了一个 Garden City 的一个公园，然后就是有些树什么的，反正得录了得有1个多小时吧。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视频应该怎么说。我上午录的是通过这个一年，就是去年的2024年的4月24号到2025年4月24号这一年啊，我们几次旅行，然后来展开讲一讲。其实我后来想了想，既然是这个移民周年，其实还是应该从作为一个移民角度，在这个新的国家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改变来讲来聊。虽然说通过这个旅行能有一些感受，但我觉得还是有点跑题。这会儿在等呵上他的那个跑酷的那个课啊，我就再聊一聊，觉得可能到时候会用这个版本吧。因为其实我上午状态不是很好，有点头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想说什么呢？就是我可能还会聊一聊这个。其实这一年我们过得比较平静，为什么我说不知道怎么这个去聊呢？其实新移民第一年是很有的聊，所以我上个视频录的比较长，絮絮叨叨把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来聊这个问题。但是等你到了第2年、第3年之后呢，就是你的生活已经平静了，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属于你的生活方式，至少是相对稳定下来了。就是你不是说你的生活一成不变，但是你基本上已经在一个国家，你各个方面你都熟悉了。那生活上稳定之后呢，其实为什么我又之前那个视频要聊通过旅行呢？其实通过旅行啊，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就是去发现这个世界。先是去年8月份我们去了这个温哥华岛，维多利亚和Nanaimo，因为我们正好是8月底的时候有这个跟那个 Rachel 约了一个在岛上的一个集体露营，对，所以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去了一下这个温哥华岛。也是来了之后第一次去上岛，然后那个岛给我的感觉非常好。如果说这个温哥华就是 BC 省温哥华适合养老，那我觉得最适合养老的地方，可能我觉得就是温哥华岛上，对，非常的安静，然后整个岛也非常有历史。然后10月份呢，我们又去了这个东部旅行，飞 Montreal，然后魁北克城，然后在多伦多这几天见见朋友啊，这一路。然后其中最重要的也是这个，就离多伦多大概10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地方的一个叫 Peterborough 这个小城，我见了一个迄今为止我唯一的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白人朋友，然后结果还是我20年前在国内认识的，对，就觉得很就生命这个机缘真的是早就给你埋下伏笔了。你看我来了这2年，我也没有任何新的白人朋友，别说新的白人朋友了，我连新的华人朋友我可能都没有。对，所以其实我通过这一点呢，我上午也说，就是聊到了，就是随着岁数越大，交朋友其实越来越难，就是交朋友越来越难了，就是很难就是碰到跟你这个相同阅历也好，或相同频率也好这个朋友了，尤其是对吧？你其实在国内也一样，国内这朋友就是你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你最近联系的朋友还有几个？就是能跟你经常联系的朋友还有几个？刚才来个电话，就是说到这个，其实就是通过说到朋友这事儿啊，其实东部旅行给我感觉最大的就是说，这个朋友啊，真的就是一种，就不是你刻意能求来的，对吧？这个就引到了一个，就是说来了2年，然后融入社会的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啊，你来了之后，怎么看你发朋友圈里头一个这个白人都没有啊，对吧？肯定没有啊。就是我首先我生活在 Richmond， 对吧？全是华人，然后再加上就没有必要吧，就是对吧？我来了之后，不是上个视频还说我去就是考察了一下本地这个摄影圈子，对吧？就是其实我特别清楚，就是你要是花时间和精力在 social 这件事上，你肯定能有一些工作机会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但是真的就是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处境和你的经历和你的经历2个经历，你都没有机会去干这个事儿，所以把这个事儿交给这种自然去发生，就不要去强求。什么种族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什么圈子什么都没办法。
我觉得就是整个我不是很喜欢东部的那种生活，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没有选择多伦多，现在去了也确实觉得可能还是更加喜欢温哥华这种生活。然后紧接着重要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美国签证，2023年11月份提交 DS160，到去正好在多伦多的时候收到这个可以提前预约改这个面签时间的这么一个邮件，然后把这个面试改到了2025年1月份，1月24号面签，应该是1月29号我和呵呵拿到了美国签证。然后这个面签，那个王老师呢，是因为那个护照马上到期了，所以他又先补办了中国护照，再把这个护照交到那个签证中心。最后他是2月20几号吧拿到签证。然后整个签证过程就是也是解开了我一个心结，因为我之前13年去纽约待了5个月之后回来，在续签的时候不是被拒了嘛，后面我就这11年我就一直没再签过美国，就总是就害怕被拒嘛。就签证还挺顺利的，就也没问什么问题。然后签证官还看了说，哎，你有一个拒签记录怎么的？反正他看了一下也说没什么，对。然后就是3月2号，我们先去了趟西雅图，之后呢，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就正好定春假，3月13号去加州自驾玩，飞那个三藩，然后开到洛杉矶。这一路上，王老师的朋友在三藩安排硅谷，就是谷歌、Apple 打卡，然后紧接着开车去洛杉矶的路上去拜会了我另外一个这个重要的人物，也是在摄影上，就是刘老师，他在那三藩和洛杉矶中间一个叫San Luis Obispo 的一个小城，然后在当地的一个 college 当老师。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应该整个美国的这个加州行的这个 vlog 也都出来了，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对号入座啊。然后刘老师完了之后，对吧，又去了 LA。见我的那个高中学弟茂军儿，对吧？一起参加网页设计大赛，对吧？然后又去了这个San Diego，乐接待，就是上次见还是2013年，那时候在这个华盛顿 DC 帮他拍了一个他在华盛顿 DC 活动，后面他也是就是从国内又来美国留学，就留在这儿了。主要整个美国给我的感觉就是，确实是美国还是美国，无论从艺术，对吧？我们像那个 San Francisco MoMA， 包括这个 LA 的这个 Getty Center， 还有这个 The Broad， 整个这种，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美国各个方面对我来说还是就是美国还是美国啊，就是一句话总结，美国还是美国。然后美国之行就是对我这一路接触的这些朋友啊，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也体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华人，对吧？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各个领域也好，他们都是从事不同的职业的，对吧？我的朋友，有机会再细聊吧。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上午大概是说的这些。其实我后面说回来，就这一年我想通过这些旅程把我这种想法带过来。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其实我这一年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呢？是来了之后，就开始了解一些基督教的东西，然后先去了一个这个高卫林的一个华人教会，福音派的。然后后面就待到去年差不多母亲节节后吧，对。然后我们就是正好就是搬到这个房子旁边有一个联合教会 United Church，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一直就换到这个教会来了，就一直在这个教会。然后就是它是一个联合教会嘛，整个跟福音派的教会这个差别蛮大的。然后原来我也不了解基督教各个宗派啊，通过这个我也开始慢慢去了解，然后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呢，就是全都是一些那个西人的大爷大妈，然后没什么年轻人，然后特别 peace， 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就是做一些社区义工活动，然后礼拜完了之后一块儿在体育馆里头喝咖啡，因为我们那教会很大。就当你在这个一个环境里给你提供一个物质生活的土壤，然后政治的空气呢也相对于没有那么紧张，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你作为一个移民的一个目的。为什么？因为我其实这里面没提到我去年最重要的一个旅程，其实是去年9月份回国。因为什么说？因为我去年9月份回国是我离开中国1年半以后回国。实际上当时我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想我永远不再回国，就有点极端啊。因为当时就是正上头嘛，经历疫情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大家可能也都对吧？大家也都清楚，就不用过多赘述。那个时候也是很多朋友因为这事儿出来，对吧？虽然我当时申请移民的时候是19年，并不是因为这个疫情上头啊。然后回国之后，我其实整个回国这个旅程对我来说才是所有旅程里感受最深的，因为你对中国实在是太熟了，然后你的亲人朋友啊，整个地方都太熟了。
回国20天，从上海然后到出差那个温州、什么厦门、泉州、青岛，然后回东北，对吧？哈尔滨。然后回国之后，我就觉得这些朋友们其实并没有说，就是我觉得大家状态也都还挺好的。那个至少比我想象中好。虽然说国内经济不好，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环境，对吧？你说哪块经济好，对吧？你说现在这个环境哪块经济好，就是没有什么绝对好与坏吧。我上个视频里头我就说了，就是没有什么绝对好与坏的这种地方。就是说，你说现在都这个时间点了，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总体在下行趋势，就都没有那么，就是不会说像我们想的是，就是还头几年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有钱一起赚，怎么着的发财什么的那种没有。那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刻，越是向内探索，对吧？为什么想聊旅游？旅游其实是一个向外探索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但实际上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向内探索，对吧？就是我觉得来加拿大之后呢，就是加拿大其实因为我对它没有什么太大预期，后面有一个哈雷停在我后头，叮了咣啷的，不知道能不能录进去啊，就是大家见谅。其实它就这样，就是说虽然说加拿大经济现在就不好，一塌糊涂，然后移民政策一塌糊涂，对吧？什么我去上个视频说这个叫什么，那个叫自雇就停了，然后所有移民项目都收紧了，对吧？还有人说我这个运气比较好，是最后一波上车的、上船的什么的。就这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绝对好与坏，真的是。就是有些还想出来，在走流程没出来的朋友在聊，他们其实就是说啊，那个又说国内怎么着，然后就说哎呀，你现在是出来了什么什么。其实我肯定承认，因为我现在毕竟确实是出来了，然后你确实肯定也会有那种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的点就在于我在出来这个2年中，我觉得我还是向内探索了很多，就是觉得，对吧？就是你无论在哪儿，你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你完全按照你的理想存在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环境，就多少都是差强人意的，不会说啊所谓什么自由民主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都是相对的，对吧？我觉得温哥华就是我最好的点就是给我了一个机会，让我跳出原来生活环境去看待原来的生活环境。同时我在了解一个新的环境之后，我觉得原来可能觉得所谓西方这种自由民主也好什么，它是可能相对比较美好也好，对吧？我感觉去了美国的感受那种就是整个硅谷啊，就是西海岸那种活力也好，但同时另一方面又很卷，包括它治安确实是有问题，所以没有什么完美的地儿，所以都是看你自己，对吧？都是看你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温哥华给我好处，我待到第2年，基本上从2024年下半年后半段，我就开始这个除了这个基督教这个以外，就是开始看各种其他宗教，就是佛教也好，道教也好，然后各种宗教。然后我现在 YouTube 上面的这个视频推荐啊，就很少看那种政论类的，原来上头时期那种政论类的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然后主要都是一些玄学啊，一些所谓的玄学，包括一些所谓这种灵性啊，什么一种宗教啊，什么一些宇宙啊、能量啊，都是这些东西。对，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还是现在对我来说至少是挺有营养的吧。对，每天早上都听一个叫什么叫朋友们，对，就是呵呵说，因为有一次特别搞笑，有一次我去带呵呵去上一个滑冰课，然后我就在听那个，然后我就忘看时间了，结果等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冰场上小孩都走了，然后呵呵就站在门口那儿哭，你知道吗？就要找老师给我打电话了，对，所以这个朋友们就变成了一个梗，对，那个好像是叫新能量还是什么，就是那种 AI 做的那种讲那种什么王阳明心学呀、什么佛教啊、道教，反正就综合在一起吧。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听那东西挺上头的，就是为什么上头，就是会让你感觉到确实挺 peace 的啊，肯定比听那种天天从那骂川普啊、骂什么骂中国啊什么，对吧？骂体制啊、讲政治这些是 peace， 所以对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就是虽然我回国啊，我很多朋友觉得我就是说我正能量，就是老装正能量这个词，回国之后很多朋友说，然后就给那帮朋友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我也觉得这个是我在加拿大充了很多能回去，就是确实是你加拿大这个地儿，就是你不能指望它什么都有那么好，对吧？什么都给你啊，你有空气有水。有好健康食物，然后你不可能要求我又有很多工作挣很多钱，对吧？然后对，没有，我现在就是说，就是除了不赚钱，我觉得都挺好，
但是你说不赚钱，我觉得我也不缺钱，对，就我没有说那种大富大贵啊，就是但我觉得我从来都不缺钱啊。你要有这种状态，就叫所谓的这种富足感和匮乏感。就是当你处在一个匮乏感的时候，那你就会越来越缺钱，对吧？这就是类似于吸引力法则，就是你要是总想要什么东西，就证明你缺什么东西；你要总想要钱，就证明你缺钱。那你向宇宙散发的这个能量信号，就是你是一个匮乏的状态，你就缺钱，你往往会更加缺钱。但如果你不 care 钱这个事儿，对吧？你就觉得够吃够喝，对吧？我也很富足，对吧？我也生活也挺安稳，这种富足感你传递出去了，然后你身边的人也会感受到，宇宙也会感受到，然后就会这个钱啊，真的是就不是你追求的，它会以这种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来到你的口袋里，对吧？来到你的账户上。我现在就比较相信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就是你说我现在活到这儿，马上40了，明年40了，就是其实就没缺过钱啊，就是也不是说像我那朋友，就是那种巨有钱那些，但我想要什么东西我也都有，真的不缺什么，所以可能就是从小我觉得给我这个养成习惯，就是从小家庭环境也没有让我有这种匮乏感，我觉得这也还挺重要。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对于呵呵来说，教育也是给他那种，对吧？就是这种从小有一种正向的一种引导，就是让他有一种富足感，对这个钱的概念不要太执着追求于所谓的这种物质上面的东西。但王老师更是这样的人，对物质没有什么太执着的这种追求，我觉得这一点他做的还比我还要好。所以我其实就想说呢，说为什么我整个推翻了我上午做的视频。其实我在这个视频的前半段，我还是把这个旅程啊，这个我整个这一段就是去年这一整年的这个旅程讲了一遍又讲了一遍，但是没有像上午讲的那么细啊，具体怎么回怎么。就是我其实还想说，作为移民，现在这个角度，从现在这个年，就是加拿大已经完全基本上不是说关了吧，基本上也没什么，就是很难再像头些年那么来了。其实就是觉得整个这个热度过去了，就是也很少有朋友再会问我啊，因为我去年刚来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问我要移民咨询我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没有了，几乎也没有了，整个就是过去了啊，就是热潮过去了，一阵一阵。所以我到现在都会觉得就是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体验，就是在哪儿生活其实真的都行。然后如果你有机会到一个别的地儿去生活，然后那你就顺应去做这个事儿。就我觉得不好一点就是，你不满足在中国生活，然后你不满足在一个地方生活，你到了另外一个地儿，然后你生活以后发现也不是你想要的，然后你就开始骂，就是你在哪儿都骂，对吧？你在哪儿都是负能量，在哪儿都是不满意、不满足，所以最后就是整个这个第2年，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向内探索，包括看这些这种灵修频道啊、玄学频道也好，包括日常自己待着也好，包括我每天跟 ChatGPT 聊天，对吧？包括我每天在学一些我原来不知道的，比如我学一些 Linux 啊，做那个 Home Server 这些就是技术，我觉得就都当成一种修行，都在当成一种修行，就是。包括我现在在社交上面，为什么我有一个项目啊，就是一个项目啊，我在加拿大戒酒。为什么我在加拿大戒酒？就是原来每天都得喝点酒啊，就是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突然发现，我每天比如喝3个啤酒，我发现喝着非常无聊，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喝，然后后面我就慢慢的换成无酒精啤酒，然后换成这个碳酸饮料，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一个喝的过程嘛，对，所以就是说。我就加拿大本来我也没有太多社交，但是我就更加的就是要避免一些所谓的这种无意义的社交，对吧？就是因为本身自己在家庭生活里面这个时间已经占用很多了，每天也就那么几个小时，我就宁愿就是自己研究点东西，然后和 AI 聊聊天，对吧？跟 AI 学编程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通过最近1年，我能感觉到这个人的这个，就是包括我说交朋友这些事儿啊，确实还是一个这个能量频率的这个能在一起接触的朋友和人，他们必须还是跟你这个能量频率比较匹配的，你才能成为朋友啊。这也是为什么我来了加拿大之后就没交到什么朋友，然后也没有这个太去怎么着，包括确实是这个大家是频率不同的，对。没有说谁一定是我比他们高级或怎么着，没有这种意思，就是大家还是生命处于不同的阶段，然后整个阅历也不同，然后能量频率不同，我觉得就是
对所有人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就是去包容他们所作所为，包容他们这个做事情的这种习惯，对吧？就是不要用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也不要说去评判别人，尽量不要去评判别人。当然啊，我觉得不评判别人是一个非常难的，也是一个修行的重要一个点。但是我也在这个践行当中啊，就是不去过多去评判别人，因为他们所处在的每个人处在的人生阶段不同，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就做出来了当下的这种决定，你也不要过多的去抱怨。如果对你产生了这种不好的影响，那我们就尽量的去自己去克服，比如说可能就尽量减少接触也好，或者是对吧？就是对，我觉得，所以就是更加的向内求，向内求，然后更加去探寻更多的自我的这种可能性吧，让自己的这个状态越来越平和。我觉得我现在整体的状态会比原来好很多，但我不能说我做到了这个100%怎么着，就是可能我一个月还是有几天，对吧？就是还是情绪上面有点不稳定，对，但我尽量的会去做到，比原来好一点，然后对，然后把自己这个精神世界更加的充实，让它更加充实。所以现在聊了这么多，就是当下的这个时空节点啊，我用一下这个我每天听的新能量最爱说的一个词儿啊，就在当下这个时空节点，对，我们就是在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大环境的趋势下，我就真的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都做不了，其实真的就是一粒尘埃啊，对吧？就是在这个滚滚洪流当中，这种世俗面前，我们一个人所能做的真的太有限了，真的，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什么都控制不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呢，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什么呢？就是明天开始就是第3年了，对吧？开始第3年，希望第3年呢，我能继续精进自己每日的这种修行，每日的这种思考，然后并且呢，我还是就是你更加要明确，以后想要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是说我现在大概有一个概念吧，知道自己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啊，就还是要一种这种精神上面非常充盈的这种状态，非常平和的这种状态，自己能在这个宇宙之间，能在这种自然之间啊，能汲取更多的营养和能量，然后来通过这个能量来转化成对身边，就是你身边的朋友能产生一个正能量，再散发出去，对，产生一个循环，一个回馈。然后同时我如果说具体一点，我其实还是希望我在厨艺上面，对吧？毕竟我现在主业还是做饭嘛，对吧？厨艺上面有一些突破吧，尝试一些新的口味、新的风格。还有就是，当然最主要还是摄影了，就是因为我其实开始整理我之前一些照片儿，包括我最早开始拍的那个东北的那些中华服什么的胶片的，还有一些呵的一些135什么的，包括我现在又开始。在温哥华这边开始一个新的项目，这里先不提啊，我看我能不能做出来。对，然后还有一些黑白的一些东西，对，我就是看看你是不是能通过你的这个内心境遇的这个状态的这个改变和提升，对你就是接下来拍照这个事儿有一个影响啊。对，我相信这肯定会有，但是具体会走到什么程度，我就希望让这个状态去引导它。对，然后。工作上面我也没有什么太多期待，我觉得就是原来可能我觉得这个怎么着，对我可能是有点对温哥华的市场放弃了，但我觉得这其实从我这个角度说不好啊，我就不应该放弃什么东西，就是你一个开放心态吧，我觉得，但是你但你肯定不要对温哥华市场有什么期待吧，就是你懂吗？就是过分期待，就是开放，如果他有就来接纳，然后没有就过自己的，然后在自己这个。就是说那个不至于被饿死的情况下，尽量还是把时间留给就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对吧？不是一些无谓的所谓的这种消耗自己的能量的这种工作，我觉得这个我是肯定不会做的，对吧？就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摄影就肯定还是一直的一个终极的追求吧，对吧？也是你的，其实为什么你追求这个东西，其实是它是你的一个。表达的出口是你的一个体现，所以你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表达出口和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么一个体现。那摄影
至少到现在我活到马上40岁了，依然还是，所以肯定不会放弃啊，就是肯定还要做。包括我其实回国之后，我就觉得，和小薇一起拍照啊，就是特别开心，而且感觉特别熟悉，而且我们在一起合作，除了熟悉之外，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也希望，有机会还是跟国内这些朋友合作一些新的东西吧，对吧？看看自己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包括前2天跟集思坊又第2次合作，我还挺开心的，又还客串了个模特什么的，所以就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能到处拍照，是吧？接活，拍一些自己喜欢的、认可的客户，然后就是在自己个人创作上面，再看看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有这个视频啊，就是我去年1年拍了得有，我现在 YouTube 上显示我100多个视频，这视频也没少拍。对吧？虽然说没什么观看量啊，虽然说 YouTube 粉丝还很少，也没什么粉。对，我觉得视频我也不着急，对吧？就是没人看就没人看嘛，就自己叨叨吧。然后 Vlog 这个形式就是给自己留个念想，对吧？以后再看看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也挺好的。然后视频没太多想，包括用视频盈利什么的都没太多想，对，就继续拍下去，把这个拍视频也变成一个功课，对吧？就像跟 ChatGPT 学什么 Linux 命令啊，做 Home Server 这些，包括 coding 做编程什么，都是当成一个功课，对，当成一个修行的渠道吧，我觉得都挺好的。对，整个人生就是用各种的手段进行修行，最后找到那个原本的自己。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第2年啊，最要总结的一句话。好了，这个还有不到10分钟和下课了，差不多。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状态就聊出来了，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头疼了。然后这边这个光线射进来，然后头比较清醒，然后在这个相对密闭的一个这个车里空间，对吧？然后聊的这些，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最后放出来。好吧，我们期待一下这个接下来的第3个年头。第3个年头，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惊喜吧。今天就差不多了。我希望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呢，不管你看没看过第1个视频，我觉得无所谓，就是这个视频能让你感受到老庄此刻的这种状态啊，这种正能量就 OK 了。那我们老庄这个移民周年的系列就明年第3年见了，拜拜。